何和狗睡在一起？难道这府中没给他这家丁安排住处吗？他说他喜欢和狗待在一起。他曾是张摸斗狗的纨绔，因为家中遭难，所以厄运在了府前。我看他可怜，才把他收养回府的。没有想到他整日与恶犬相伴，还真是恶性难改。春桃，赶紧把他给叫醒。是。什么情况？我不是在画室素描吗？难道我穿越了？我堂堂美术系高材生，竟然穿越到大周最神之子王阳身上。原主因为赵我明远州救了命，甘愿成为赵府养狗的下等家丁。快吃一些。你发什么胆？还不快点起来回小姐的话！她就是赵府小姐赵婉宁，果然漂亮。别人穿越成了大小姐未婚夫，我他娘的一穿越就成了一名下等家丁啊！真他娘的不公平！大小姐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春桃，你来说。大小姐的爱犬欢欢怀孕了，这整个后府只有你的后院有恶犬，一定是你看我不理才让欢欢怀孕的。不是，你俩碰瓷儿呢？何为碰瓷？故意找麻烦啊！你放肆！竟然敢对大小姐不敬！你，我跟你家小姐讲话，你一个丫鬟一边玩去！多亏我养狗，要不然真被他们讹了。哎，她不是怀孕了，她只是狗粮吃多了积食。养狗我有经验，以后狗粮一次别喂那么多。狗粮是狗吃的食物吗？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我现在穿越到了古代呀！对，是狗吃的食物。然后平时的话也别老抱着了，让它多下地跑跑。春桃，带欢欢下去多动动吧。是。大小姐，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睡了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还想在此处和恶犬相伴？这是对我有意思，想要招我为上门女婿？大小姐，在下感谢大小姐的青睐啊！在下定不负大小姐的厚爱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的意思是让你回屋睡。我多想了，原主之前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，就原主这个废材。赵婉宁怎么能看上我？现在就是个家丁，还是混日子吧。我知道了。你的爷爷和你父亲都是朝中重臣，在宁州你们王家也是声名显赫的豪族。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整日只想着和恶犬相伴啊？我是你们赵府的最低等的家丁，照顾恶犬那是我的工作。你怎么如此没有上进心啊？你爷爷刚正不阿，受人敬仰，你就算是不能像你爷爷那样，但是你至少应该也有上进心，求取功名，重振你们王家吧。这个原主先前就是纨绔，根本不看书，指望他能金榜题名，简直白日做梦。这我王家都让人抄家了，你还指望我考功上岸？说不定啊，我一出大门就让人关进大牢了。我这人很佛系的，只想摆烂混日子，每天啊晒晒太阳遛遛狗，我就很满足了。我就不应该对你抱有期待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你就留在这儿，好好和你的恶犬相伴吧。哎，不是说古代大小姐都是淑女，怎么感觉这脾气跟我们现在的小仙女没什么区别？下雨了。低等的家丁，你竟然敢欺负我表姐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古代大小姐都这么不讲理，觉都不让人好好睡了。你又是哪位啊？
身为赵府的家丁，你居然连本小姐都不认识？我张诗雨可是赵府的主人，你眼睛瞎了不认识我？王阳，你不再是以前那个纨绔了。你要是敢欺负我，我让表姐把你赶出去。挺香的。哎呀，我确实不是那个纨绔了，现在的我只想当一个摆烂的下等家丁。你以前怎么说也是个纨绔，能习惯做低等家丁？我不信。哎，我这不是也没办法。你姐让我金榜题名，我这逗猫逗狗的还行，你让我吟诗作画，不对呀，废的是原主，我可是艺术高材生，作诗是爱好，画画那可是我的强项啊。吟诗作画我行啊。你会吟诗作画？你以前整个宁州谁不知道？你就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，你恐怕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清楚吧？肤浅。家父一直叫我要谦虚，我要是出手，必定震惊全世界。你会吟诗作画？那你给我写首诗看看。看来我是时候要露一手。荷塘映日柳垂丝，春水潺潺绿满池，真是好诗。我要拿给我表姐看，让她知道你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。嗨，没必要，低调低调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表姐知道你的才华。这个送给你。这什么？定情信物啊？不是，写2句诗就收获1枚小迷妹了？这古代文人撩妹也太容易了吧？诗雨小姐，对不起。你是我表姐的丫鬟春堂，你以后注意点，别慌里慌张的。是。站住！钱公子，我家小姐说钱公子是大才子，她不敢品鉴钱公子的诗，特意让我把诗原封不动的还给钱公子。没想到赵小姐对我评价如此之高，大才子愧不敢当，但才子这个称号，我还是当得起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切，我写的诗句一出，惊天下，好诗啊！这是我写的？我何时写出的？哎，我果然是大才子。我要是将此诗念给婉宁听，说不定她会对我芳心暗许。表姐，王阳深藏不露，他绝不是你口中所说的一无是处。你看，这是王阳所写的诗，其文采绝对不输4大才子任何一人之下。婉宁，不读诗书不种田，斗鸡遛狗最清闲。果然是纨绔，都这个样子了，他竟然写这种诗。这不是王阳所写的诗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一定是拿错了，我这就去找钱如文要诗。荷塘映日柳垂丝，春水潺潺绿满池。既然赵小姐不愿收下我的诗，那我只能当面让赵小姐品鉴品鉴了。这首诗是你所作？正是在下。你能不能要点脸？这首诗是王阳写的，是我拿来找表姐的路上被春桃碰到，以至于我拿错了诗文。拿走你的打油诗！这首诗是我……你还不承认？好，那我就将王阳叫来，看你怎么狡辩。你看什么呢？快过来呀！哦，快点儿！找你有事。这美女也太好看了！真是件极品啊！这是。
那个诗雨说，刚刚那首诗是你所作。是我写的。一派胡言，王阳，整个宁州谁不知道你是个连名字都不会写的废物，怎么可能写出如此精妙的诗句？哼，你以为像我呀？你这不要脸，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养成的呀？你只是一个下贱的废物，你竟然敢骂我！你说你骂我也没关系，你怎么能当着大小姐的面说这么粗俗的话？你这是不尊重大小姐。就是，我表姐和柳之韵都是知名才女，你怎么能说出如此粗俗的话？诗玉小姐，你也是才女。果然，王阳绝非传言那般不学无术。赵小姐，我向来仰慕你，从来没有冒犯你的意思，都是他诬陷我。你说这首诗是你所作，你有何证据啊？这首诗啊，一共有4句，这上面有2句，剩下2句我写下便是。笔呀，没笔咋写呀？啊，怪我这就去拿笔墨。你呀，诗雨，你堂堂一个大小姐，你怎么能随意听她指挥呢？春堂，你去。我怎么感觉他在吃醋啊？柳舞清风拂水面，荷花淡雅醉心痴。好诗啊！这可是流传千古的诗句。果然是好诗啊！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辩解的？这诗确实不是我所作，我不会让你称心如意。赵小姐，这诗是我花重金求来的，是大才子顾文浩所作。顾文浩，此等文采，也只有顾文浩才能做出。完了，这是一个追星少女啊！表姐，这首诗是王阳刚刚写的，怎么就成了顾文浩的诗？我知道你仰慕顾文浩，但是顾文浩写的诗未必有王阳写的好。还得是我的小迷妹诗雨，心里只有我。是他之前看过顾文浩的诗，偷偷记下来的。我你个小日子没！不能粗俗，待我向你祖宗18代问好。我家先祖不劳烦你这个废物。诗韵姐姐，帮我看一下这首诗究竟是何人所作？我曾在醉香楼见过这首诗。顾文浩所写的诗篇，全都是在醉香楼醉酒之后所做的，所以这首诗也必然是顾文浩所作。你这个人还真是品行不端啊！赶紧去账房给我领了工钱，然后离开赵府。我表姐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王阳他不是这样的人。那可不一定，这人先前就是品行不好的纨绔。这娘们儿难不成和原主有感情纠葛，趁机想报复？我人生地不熟，离开了赵府，我能去哪儿？我就牺牲一下色相吧。小姐呀，你可要救救我呀！我给你当牛做马。这腿抱着真舒服。要不你来我们家做上门女婿吧？哎，不行，我们家恶犬还需要你照顾，你不能离开，先回去吧。这大小姐摆明了就是吃醋，就你那点小心思，分分钟拿捏你。哎呀，大小姐，你以后不要开这种玩笑了吧，吓得人家心脏扑通扑通跳的。我先走了哈。等一下，看来这个元首把人家伤得很深啊，这事儿我打算完了。婉宁，我家的爱犬最近不太好，能否请赵府这名家丁随我回去看看我的爱犬？可以。那我就先告辞了，改日我们再一起品诗。随我回府吧。
哎，你只是一名下等家丁，没有资格和我同车而坐。哎，咱俩是不是以前爱过？还是我伤过你，所以你才要处处针对我？咱们有话好好说啊！先上车再说啊！表姐，你若舍不得，可以让王耀不用随他去的。不要胡说，谁说我舍不得了？可是我听说你们俩自幼便认识。哎，表姐，哇，极品呐，真是极品！来，因为我身份有别，你若是再敢靠近，别说那些没用的，咱们敞开天窗说亮话。你污蔑我，是不是因为我以前伤过你？我刚来宁州才没多久，此前也从未与你见过面。原来如此，那你如此针对我，原因只有一个，你贪恋我的美色，想要对我图谋不轨。我贪图你的美色？王城里美男比比皆是，你这般也只配做名家丁。既然不贪图美色的话，那就只有一个原因了，你被我的才华所吸引。不是，真猜中了。我未婚，如果你想嫁给我的话，我是不会反对的。我知你甘愿在赵府做名家丁，是因你父亲身陷牢狱，你想救他，我可以帮你。原主父亲因为河道溃堤，水淹2郡12县，被入狱抄家，难道案子另有隐情？你能帮我？那就要看你是不是个贤才。来，停车！小王爷要见柳才女。我们家小王爷在醉香楼恭候您。我有要事要办，改日再拜见小王爷。小王爷说了，若是你不去，那小王爷只能和你的好友孙小鸾玩玩。我去。哎，真的。这身材是真好啊，比那些天天去健身房练的女人身材还要好。柳大才女，你可真是难请啊！我屡次派人请你去我府上，你都不肯。每次只是碰巧约了人，今日也是刚好去了赵府，见过婉宁小姐。我听说你现在在赵县令的府上做一名养狗的家丁，谁能想到之前大名鼎鼎的纨绔子弟，现在是一名低贱的家丁呀？职业无贵贱，劳动最光荣吗？职业不分贵贱。你这个低贱的东西还不赶紧滚出去！别打扰我和两大才女的雅兴。小王爷有所不知，我与他早有婚约，此次来宁州也是为了寻他而来。这个低贱的东西如何配得上你？家父向来重视婚约，即便他再落魄，我也要嫁与他。今日实在有事，改日再与小王爷一叙。我派人查过了，江南根本就没有柳之韵这个才女，到底是何人呢？小王爷不相信我是才女，要我信你倒也简单，我出上联，你来接下联。若是你接得出，我便信你；若是你接不出，那你就是假的。届时我会让你好好尝一尝我的手段，保证让你终身难忘。小王爷，
我可以证明，柳姑娘的确是才女。我们曾经一起吟诗作对，柳姑娘的才华着实让我钦佩啊。她是不是真的，我会亲自检测。柳大才女，你可敢啊？有何不敢？小王爷，请出上联。好，来人呐，请顾大才子来。这就是赵婉宁提到的那个大才子，唱的真是对不起观众。小王爷，顾文浩乃是4大才子之首，这世间又有几个人能和顾文浩对出下联？我刚才说出上联，并未提及说让谁来出上联。其实呀，只要你愿意当我的小妾，咱们俩这件事情就可以算了。你觉得意下如何呀？我既与他早有婚约，自然是不能与小王爷成婚。既然如此，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这个才女是真是假。顾大才子，出上联吧。好，桃无烟，红如驴齿，吩咐流莺并作。好。不愧是4大才子之首啊，出的精妙。柳小姐，请出下联吧。这上联红乳驴齿，涉水探春之雅，且以流莺并作，结情之妙。这上联放眼整个宁州城，也无几人能对出下联啊！顾大才子，你这是有意为难柳小姐。孙姑娘，你不愧是花魁啊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知我上联之妙。柳小姐，不知你能否接出下联啊？柳大小姐，今日你若是接不出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来人呐，将柳之韵给我押下去，送入县衙，好好查一查他来宁州所为何事。等一下，谁说我未婚妻对不出来下联的？就他这幼儿园水平的对子，还用不着他出声。怎么？难道你能对出这下联不成？当然。好，那这下联就由你来对。你今天若是对不出来，就将你这个下贱的家丁乱棍打死。听好了，秦泥润，翠滴商唇，归来微雨同针。翠滴商唇，有绿吹风折损之色感，收尾以微雨同针，其意境远超上联。这可是我苦思冥想了半个月方才得知，你怎么可能当场解出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只能说你徒有其表罢了。小王爷，上联既已对出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哼！我说你赢了吗？刚才不是你接的，不算。老婆，我就知道他会说话不算话，还好我有备选方案。大家快来吃瓜呀！小王爷要抢有夫之妇柳之韵啦！你，我倒是把你给忘了，你先前也是一个不要脸的主。我今日不屑跟你这种下贱的东西计较。我最喜欢的就是你这种有夫之妇了。迟早有一天，你会落在我的手。小王爷慢走。没用的东西，我还真以为你才高八斗，没想到你竟这般没用。你害我今日白白丢了脸面。小王爷，肯定是他偷了我的下联呀！你还在跟我狡辩？赶紧给我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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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王爷，小王爷，小王爷，我这有一计，既能让你挽回颜面，又能让你抱得美人归。说来听听。我可以先这样，然后这样。办，赶紧去办！去！情泥润，翠滴商唇，归来微雨同针。此下联
真乃千古绝句啊！像这样的下联啊，我随随便便就能写出好多个。你喜欢的话，就送你了。就送我啦？送你了。你送我如此贵重的礼物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报。这是我贴身的玉佩，王公子若是不嫌弃，还请收下。难道这是定情信物？还不快收下！孙小兰此前可从未给过其他男人定情信物，你运气好，被他看上了。哎呀，姐姐，好啦，我不说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收下了。好香啊！没想到你已经落魄到这个地步了，还这么不思进取，整日留恋在这烟花之地，真的是太让人失望了。表姐听闻你在醉仙楼被小王爷欺负，特意赶来为你解围，你可倒好。诗雨，不必多言，我们走吧。大小姐，冤枉啊！我是对上了顾文浩的上联，救了2位美女，他们感谢我呢。婉宁，他所言不虚，多亏了他，否则我和小文两人都难逃小王爷的毒手。你是说他对上了顾大才子的上联？这怎么可能？下联就在这里。赵大小姐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仔细一看。这真的是你对上的下联？当然了，我一直深藏不露。但是今天小王爷要硬娶柳诗月，那我迫于无奈，只好出手救他喽。其实啊，吟诗作对只是我众多才华里面最小的一个优点。我擅长的其实是作画，只需盏茶时间就可以把画像画于纸上。真的？那你可否为我画一幅画？诗雨，你堂堂一个大小姐，你怎么能随意让人给你画画呢？我是青楼女子，不是大家闺秀，我不介意。王公子，不如为我画像。你看我做什么？你要画便画好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来人，拿木炭，我要用木炭作画。啊！可惜是木炭条，你看，如果是画笔的话，可能更栩栩如生。这真的是你用木炭所作，王少，真是绝世之才啊！去我那里，为我也画一幅。当然可以。其实我更擅长人体油画。切，这心思全用在这青楼女子身上，真是不如顾大公子。吃醋了？这样，回头我给你画一幅水彩的，保证比这个栩栩如生。我才不要呢！诗雨，我们走。王公子，您的才华可真的是令人钦佩啊！明日我与几位才子佳人有一场诗会，还想你去参加。一看这货就没安好心呢，谁知道打什么鬼主意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一个家丁，最近很忙，没空。你刚才的冒犯，向你表示抱歉。我也是迫不得已，不是有意而为之，却不想王公子才高八斗，精神焕发。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这诗会啊，我不感兴趣。这家伙不肯去我那边，那我的计划岂不是要落空了？有了，赵小姐，你是否愿意参加诗会啊？我的荣幸，自然愿意。哟，我今日有要事要办，你跟我走。你是赵府的家丁，你就不担心你家小姐到我那边的安危吗？行，我去。哎，小姐，李通这个纨绔倒是好对付，若是其父亲宁王对我产生怀疑，那就麻烦了。
是在下办事不力，没有隐藏好大人的身份。此事与你无关。我此次来宁州，就是为了暗中调查低馈之事，而王阳就是关键人。现在顾文浩邀请他去诗会，恐怕别有目的。你派人前去打探一下消息。是。各位，今日诗会，我请了赵府的王阳。这个不就是那个废物王阳吗？听说他家被抄家之后啊，这个废物就没人要了，差点饿死。咋没有请这个废物来呀？别说作诗了，就连写自己的名字，恐怕都写不好吧？拿着文浩兄的诗冒充自己所作，来欺骗赵小姐，真是无耻之徒。哎，各位，我就是赵家的一个小家丁，我今天来呢，主要是陪我们家小姐参加诗会的。你手往哪放的？你这走。嘿嘿，上边去！我。那个人就是王阳，接下来的事情就看你了。那公子可别忘了，纳我为妾。事情办完了，肯定纳你为妾。公子等我的好消息。公子，快来下。我们认识？公子，我是顾文浩的贴身婢女云香。当初公子父亲王总督对我有恩，我一直铭记在心。公子，随我到后面，我有证据，或许能帮王总督洗脱罪名。原主父亲是河运总督，因为河道决堤被下狱治罪。若是能洗脱罪名，那我就可以继续当官二代。带路。哎，表姐，你看，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不知道。走，我们去瞧瞧。好。二位小姐，留步，我新做了首诗，快去瞧瞧。好吧。带我来卧室干什么？证据就在里面，我去给你拿过来。这娘们儿还勾引我？王阳，你给我住手！王阳，你给我住手！公子，他对我欲行不轨。王阳，我敬佩你的才华，才邀请你来我的静心雅舍参加诗会，没想到你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我的丫丫欲行不轨，真是令人不齿。像他这种无耻之徒，就该活活打死。合着你俩跟我玩仙人跳呢？明明是他骗我来此地，说有证据可以给我爹翻案。再说，我就算真想欲擒故纵，那我也找赵婉宁啊！你可以侮辱我的人品，你不能侮辱我的审美吧？你这个登徒子，现在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居然还说这种话！姐姐，我觉得他说的对，我们本身就比这个丫鬟好看数百倍。不许胡说。我觉得这件事肯定是有什么误会，不如这样，你让我把他带回去调查一番，到时候我一定给顾大才子一个交代。赵雪，他对我的丫鬟欲行不轨，这可都是事实啊！此等恶劣行为，必须报官。来人，是，把他给我带下去，带到咸阳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去。
我去县衙不仅要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我还要告顾大才子诬陷之罪。好啦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。你这个人可真恶心！你也下去。来人，公子。是。公子呢？公子让我有话和你说。公子说你必须死。表姐，你就帮他和舅舅求求情，让舅舅放了他吧。我不信他会对那丫鬟图谋不轨。父亲身为知县，断然不会冤枉他。若是他没做，自然没事；但若是他做了，那自然要承担责罚。小王爷到！哎呀，小王爷怎么来了？我听说知县府上的家丁犯了法，担心知县有所避讳，所以才来旁听。赵知县不会反对吧？当然不会。哎，来人，给小王爷看座。大人，就是他，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我的贴身丫鬟欲行不轨。大人，你可得为我的丫鬟做主啊！那你的丫鬟现在何处啊？她被此等禽兽侵害，没脸见人，已经投井自尽了。大人，你一定要严惩此等凶手，伸张正义啊！你可知罪啊？哎呀，青天大老爷啊，我冤枉啊！这一切都是顾文浩这个卑鄙小人的设局陷害我呀！你说我陷害你？在场的所有人可是亲眼所见，你对我的丫鬟欲行不轨，证据确凿。没错，我们亲眼看见你这个卑鄙小人对云香不轨。赵知县，按照我朝律法，这光天化日意图不轨之人死，该判什么刑罚？当斩。好，那就请赵知县判处其斩刑吧。赵知县，这证据确凿，难道你想袒护你家的家丁不成啊？小王爷，我身为县令，向来秉公断案，绝不会包庇任何人。既然如此，那还在犹豫什么呢？此事疑点重重，我亲眼见到云香将王阳带走了，还请明鉴。我就知道赵婉明心里有我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他还有心情调戏我，真是个好色之徒。赵小姐，这家丁可是你们赵府的人，你所说的话呀，不足为信。小王爷所言极是，整个宁州城都知道，这王阳是被赵小姐一碗粥救的。这王阳呀，就是赵小姐养的一条狗而已。我曾仰慕你的才华，以为你是绝世之才，却不曾想你的品行竟如此不堪。住口！这里是县衙，容不得你放肆。此案与你无关，快退下吧。父亲，退下！还有何话说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些都是天经地义。若是那个丫鬟因为我投井自尽，我愿意偿命。好，既然你已经认罪，那就按照我朝律法将你下狱秋后问斩。来人，押入监牢。哎，知县大人，我什么时候认罪了？你不认罪？当然不认了。现在就是顾文浩的一面之词。况且我来之前那丫鬟活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投井自尽了？我不信。那就让仵作验尸，传仵作。参见大人。大人，我已验过女尸，其确实为丫鬟云香，全身无外伤，口中有水中污物，死因断为溺亡。你可听清楚了？还有何话要说？我听清楚了，大人，我有事要问仵作。就凭身上无外伤，就判定是溺亡，是不是太草率了？你这是在怀疑我的专业？我当仵作20年，从未出现过差错。那这一次你就错了，他是先被人杀死，然后扔进井，所以断定是溺亡。你区区一个赵府低贱的家丁，竟然敢在这里质疑仵作，还说云香是被掐死然后扔进井。你亲眼所见吧？大人，
此等犯人，必须用重刑才肯招供啊！顾大才子所言极是，赵县令，你这迟迟不肯动用重刑，难道是因为歧视你的家丁，想要袒护不成啊？王爷，我这就对其动刑，一定让其招供。来人，用刑！是。哎，大人，我还有话要说。老婆，你再不来我就玩完了。我不是他老婆，你们不用看着我，他只是我的一个下人而已。别怕了，知县，我可证明，云香是窒息而亡。这不是那大才女柳智玉吗？他怎么会是那个纨绔的老婆？我的妈呀，没有天理啊！哎，老婆，你要是再晚来一点，我们就要一阳两隔了。松开手。表姐，他们什么时候成了夫妻了？这我哪知道？本官正在审案，未经本官传讯，闲杂人等不得擅入。大人说的是，此乃公堂，怎能轻易闯入？我可是王阳未过门的妻子，怎能是闲杂人等？对，她可是我的妻子，眼看我要被屈打成招，当然要帮我洗清罪名了。上司，本官何时屈打成招了？怎就不是？断案需求证据，你却在没有证据之下，却要动刑，这不是屈打成招。顾文浩等人亲眼看见他意图对云香不轨，云香姑娘不堪其辱，投井自尽。仵作也证实，云香全身无伤，口中有水中无物，实乃溺亡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何来屈打成招啊？大人，那你可曾考虑过，仵作被人收买，验尸作假？你可有证据？我亲眼见到，云香是被人掐死，那人将尸体扔入井中。我已让人将杀害云香的凶手抓了。好，进去。云香尸体还在，仵作是否被人收买，只需派人再次验尸即可。大人，请饶我这一次。还不从实招来！是他以赌债要挟我，逼着我说谎。该女尸脖颈有勒痕，乃是被人勒死后扔进井中的。你在诬陷我！大人，我是无辜的，我家公子可以为我作证。大人，他向来奉公守法，杀人这种事情他断然不敢做呀。你家下人有没有杀人？验证方法很简单，只需将他的手放在死者脖颈淤青处，便可知有没有杀人。我不要去，公子，救我！到如今你要还敢隐瞒，本官就要用刑了。来人，公子，救救我！我都是听命于你啊！一派胡言！我怎么会命令你去杀我自己的丫鬟？杀人灭口呗！你先故意让丫鬟陷害我，然后再杀人灭口，死无对证，还可以砍我的头，一箭双雕啊！你胡说！我招，我全招，都是顾文浩指使我的。下人杀人，还诬陷主子，该杀！还有这个王阳，光天化日下竟敢对丫鬟图谋不轨，也该杀！赵县令，你怎么看？此案跟顾文浩脱不了干系，我认为应该将一干人等全部关押审讯，恐怕背后还有主谋，应该将主谋一并揪出来。大人，我认为此次案件就是我的下人对丫鬟心生歹意，失手而杀了云香。小王爷，你怎么看呢？我还有要事，该怎么判，由知县决定。本案已经审结，将杀人凶手投入大牢，秋后问斩。我很好奇，你怎么知道云香不是跳井自杀，而是被人杀？嚯，这可是仙人跳啊！他是故意陷害我，怎么可能会自杀？摆明了是顾文浩想弄死我，找人杀了他。有点道理，那你怎知我一定能救你？那更简单喽，我对你有用，所以你肯定会来救我。那你可曾想过随我去王都？这个……等等，他是我赵府的家丁，没我允许之前不准随意离开，随我回府。真是吃醋了，就知道他舍不得我。好嘞，大小姐。
该就是陛下要找的人。陛下，这是柳之韵从宁州送来的密信。好，果然没让朕失望。他已找到朕要寻找的贤才，竟然是河道总督王世恒的儿子王阳。不是说王阳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，连名字都不会写吗？这才是王世恒聪明之处。若是王阳聪明，早已和王世恒一起在狱中了。只有装作不学无术，才能逃过一劫。那陛下现在还深信王世恒与绝地之事无关？他是河道总督，不管出任何责任，河道绝地他都难逃其责。不过朕认为这背后必定另有隐情。去给柳之韵传书，让他将王阳带到王都。朕要见一见这个王阳。是。好了吗？来，你别动，马上就好了啊！你来了，你稍微等一下，马上就画完了啊！谁要来找你画画的？我是来找你有事的。好了。好美啊！真的有这么美吗？你比画像中的更美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千万不要对我表妹有任何其他想法。你想什么呢？她是我的小迷妹，我怎么可能对她有非分之想啊？再说了，如果让她得到我，她不会珍惜的。这叫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切，哼！你和柳之韵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时候成为夫妻的？她仰慕我的才华，想要嫁给我。啊，你先把脸侧过去，这样画起来好看。我什么时候让你给我画画的？你要给我画也不是不行，但是你听好了，我可不会任你摆布的。小姐，老爷来了。我爹怎么来了？一个大小姐在下人房里干嘛？让别人知道了，别人只会说我家教不严。我知道了。好好读圣贤书，却将心思用在这种无用的东西上。你虽然没有下狱，但你得罪了小王爷，我赵府不敢留你了。赶紧去账房领了工钱，收拾东西走吧。父亲，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，是顾文浩陷害他的。难道你以为我不知啊？但你要知晓，此事分明和小王爷脱不了干系。早就提醒过你不要将他留在府中，可你偏不听我所言，执意将他留下。我现在要是离开赵府，肯定被李通长弄死。真当我傻？就算要走，也过几天悄悄走。感谢老爷和大小姐的收留，那我先去收拾行李了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春条，快去找大夫。是，我现在就去。父亲，他现在的父亲已经入了诏狱，他现在生病了，这件事情过段时间再说吧。你看不出来他这是？老爷，宁王和小王爷要见老爷。他们怎么来了？走。喂，我父亲已经走了，能不能别装了？起来。没事吧？喂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如果把今日之事说出去，我跟你没完。会。你发誓？我发誓，如果我把跟大小姐亲嘴的事情，你不许再提。我会负责的。不是，你还提？我告诉你啊，赶紧把今日之事给忘了。知道了。对了，宁王今日前来，恐怕是因为你的事情。我出去打探一番，若是情况不妙的话，你赶紧离开这儿。多谢大小姐。哎呀，见过王爷。赵知县，本王今日带通儿来呢，是向你请罪的。王爷折煞下官了，下官区区于地方小吏，世子身份尊贵，下官不敢逾越。哎，通儿竟敢在县衙干涉赵知县审案，本王知晓后已经痛骂他。通儿，快给赵知县请罪。是我不该干涉知县审案，还请赵知县原谅我的年幼无知，原谅于我。小王爷今日只是旁听，从未干涉下官审案。坐。赵知县呐，通儿见过令爱后，念念不忘。本王想，不如我们两家联姻呢。
本王想，不如我们两家联姻呢。王爷说笑了，小女出身低微，哪里高攀得起小王爷啊？你不愿意啊？小王爷出身高贵，小女实在是高攀不起，还请王爷恕罪。本王听闻你和前河道总督王世恒是旧友，现在还把他儿子收留在府中，看来赵知县对王世恒一案心有不满呀。王爷，他是差点饿死在赵府门口，小女心生怜悯，这才让其进府做了一名家丁。若是依我本意啊，我是不想让他留在府中的。那你如何看王世恒一案呢？身为河道总督，贪污枉法，致使河道溃堤，灾民数十万，他罪有应得。说得好，本王敬重你的为人，所以才想让我们两家联姻。有了本王做靠山，你就不会重蹈王家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民女高攀不起小王爷。放肆！没看我跟王爷正在商谈要事吗？女孩家的，谁准许你擅自闯入的？既然来了，就聊一聊吧。和童儿倒也般配，虽然出身差点儿，也是知县之女，勉强可以做个侧室。等日后童儿封王，你就是侧妃了，可以尽享荣华富贵。民女现在早有婚约，不能嫁进王府，还请王爷恕罪。早有婚约，赵知县为何没听你提过？因为和民女有婚约之人是赵府的家丁王阳。王阳？怎么又是他？我先前看好的柳知韵也与他有婚约，现在你也与他有婚约。好啊，这个低贱的家丁，他凭什么和本世子抢？童儿，这里是赵府，给赵知县留几分薄面。赵知县，真如令爱所言，他和罪臣之子有婚约？那都是旧事了，之前确实提过，但现今王家被抄家，下官肯定不愿小女嫁给一个家丁啊。这就对了嘛。那王阳可是罪臣之子，怎么能把令爱嫁给他呢？是，不如我们定个日子，把令爱嫁入我们王府。王爷，我早已与王阳私定终生，非他不嫁。住口！我赵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罚你8年不得出闺门。不要做样子了，既然不想和我们联姻，本王不强求。谢王爷体谅。河道溃堤，灾民数10万，宁州城外就有大批灾民需要救助。身为知县，理应筹款救灾。下官早已上报朝廷，朝廷的赈灾粮来了，恐怕早已饿殍遍野。本王限你7日之内筹款20万两银子用于救灾，否则本王因为你救灾不力，将你治罪。王爷，7日之内，下官实在无力筹集20万两赈灾款呐，您宽限。那是你的事情。童儿，我们走。王爷，不识好歹，哼！是婉宁不好，是婉宁差点连累了父亲。与你无关。宁王想让我依附于他，宁王野心很大，为父自是不愿意成为其一党。脸不疼了吧？去把王阳叫来，就说为父有要事找他。是。父亲，老爷，打开看看。这前3倍可比法定赔偿价要多太多了，还是古代大户人家好啊，前3倍都给的多。老爷，其实用不着这么多，不过既然老爷执意要我走呢，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。这些钱足够你和婉宁生活了，现在就带她离开宁州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回来。啊！父亲，我不走，我要留下来陪着父亲。方才你也听见了，宁王让我7日之内筹备20万两赈灾银子，莫说是7日，1个月也筹备不起。
届时宁王是不会放过我的。都怪我，如果不是因为我拒绝嫁给李通，宁王也不会为难父亲。我愿意嫁给李通，为侧室。不怪你，是为父不愿助纣为虐。你过来。哦。既然婉宁和你私定了终身，我就把她托付给你了，你万不可负了她。走吧。我和他私定终身，就因为我刚刚和他亲了嘴，我就有了一个漂亮老婆，我这是竭力附身了。父亲，我不走，我一定会想办法筹齐那20万两银子的。那是我的金子啊！你现在离开赵府吧。当然不能了，你当初救了我一命，我现在离开我不成白眼狼了。再说了，7天筹20万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你真的有办法7天筹到20万两银子？你还以为你是河道总督之子啊？你是罪臣之子！别说20万两，2两银子你都借不到。我什么时候说要借了？借钱是要还的，是挣20万。我还以为你真的有办法，没有想到你只是信口胡说。你还是走吧，实在不行，我愿意嫁给李通为侧室。小可怜，你别哭了，你哭得我都心疼了。其实想要7天之内筹够20万两银子，只需要给你办一场招亲大会。谁说我要举办招亲大会的？你都答应嫁给李通了，给你举办个斗诗会招亲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你不想办，不会是你想嫁给我吧？一派胡言，谁会愿意嫁给你这个登徒子啊？哎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公开招婿啊？天下才子众多，若是能为宁儿觅得一位家婿，我也就放心了，总比跟着不成器的故人之子要强100倍呀。你倒也没必要贬低我吧？活该，自作自受。我现在就去筹备斗诗会招婿，宁儿，为父一定为你觅得一位家婿。好啊，好主意。你就这么讨厌我？宁愿让我嫁给别人，也不愿意娶我。你就这么讨厌我？宁愿让我嫁给别人，也不愿意娶我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从你当初施粥救我的那一刻开始，就喜欢上你了。你知道你和星星有什么区别吗？什么差别啊？星星在天上，而你在我的心上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父亲给我举办招夫大会啊？只有如此，我才有机会能娶到你。谁说要嫁给你了？你别白日做梦了。我只是在担心，万一招夫大会的冠军我要是不喜欢怎么办？放心，我也会参加招夫大会的。如果冠军不是我，那你就死奔。切，你真的能在7日之内筹到20万两银子？不是筹到，是赚。你如果真的能赚到20万两银子，帮我父亲渡过难关的话，我愿意嫁给你。他们家说这哪儿事？没听说有事儿啊！哎，开门了！开门了！开门了！斗诗会实行报名制，不限年纪，不限男女，报名费10两银子，获得冠军者可成为我赵府女婿。是赵婿啊！是要选女婿啊！我要报名，成为赵女婿！我要去报名！我要报名！父王，父王，赵浩轩那个狗东西在办什么斗诗会招婿，门票要10两银子。不是说赵婉宁和王阳已经私定终生了吗？这依我看，那狗东西就是故意针对父王您啊！这是好事啊！我正愁没理由治他的罪呢。他身为宁州知县，当众敛财，理应治罪。好，我这就带人去把那狗东西抓起来。哎，我亲自去。父王，区一个知县，用不着您亲自去。我要当众斩了他，以儆效尤，让宁州官员知道，不跟着本王，下场只有死。
你竟然还有脸在这躺着？是你给赵知县出的馊主意，让其收取10两银子的报名费。不，这怎么能算是馊主意呢？我这是在筹赈灾款。就算是以赈灾的名义，可他身为宁州知县，有敛财之嫌。此事若是让宁王知晓，赵知县是有生命危险的。不是吧？这就收个报名费就有生命危险，这也太扯了吧！宁王驾到！宁王满脸杀气，你最好是不要露面。你不知王爷会来现场，下官有失远迎。你身为堂堂知县，当众敛财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按照我朝律法，杖你30军棍，再拿去法办。来人，把他拿下！哎，慢着，宁王殿下，我家老爷身为朝廷命官，您就算跟他有点私怨，那要缉拿朝廷命官，至少也得有证据才能服众啊！这个下贱的家丁有什么资格跟我父王说话？来人呐，把这个下贱的东西给我乱棍打死！在王都时就听闻宁王以贤得闻，宁王若是想要治赵知县的罪，想必然也能拿出服众的证据。赵知县当众敛财，这个证据还不服众吗？哎，王爷，我家老爷可没有敛财啊！每人收取10两银子，还不是敛财？那10两银子是用作赈灾的，规则上都写了，10两银子用于赈灾款，用于救助灾民，最低10两，多捐不限。要成为我的女婿，须得有济世之心呐。若是连为灾民捐款都不肯，那这样的人没有资格报名成为我的女婿。我刚才怎么没看这块牌子？这分明是你们裁缝的。小王爷方才来过了，那小王爷肯定是来捐款的吧？我家老爷捐了100两银子，那以小王爷的身份，怎么着也得1000两吧？你好啊，现在竟然讹上我们王府的钱了！我现在就把你这个下贱的东西打死了！哎，胡闹胡闹，退下！原来是误会啊！既然是为了赈灾，那本王应当倾尽全力相助。本王愿意捐出2000两银子。父王，总不能就这样放过那些废物吧？为父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？摆明就是赵浩轩为父下的毒。这就去杀了那个老不死的！哎，身为世子，怎么能做出这般事情呢？我们总不能眼睁睁地咽下这口恶气吧？斗师会冠军是赵浩轩的女婿，你让顾文浩也去报名拿下冠军，到时候跟赵浩轩女儿成亲时，新郎换成你。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还是父王英明神武，我这就让顾文浩去报名斗师会。本少爷报名，赵小姐的夫君只会是我。4大才子之首的顾文浩也参加，这次斗士大会的冠军非他莫属了。那也不一定，为了赵小姐，我必定会拿下冠军，保得美人归。文浩兄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对赵小姐没兴趣吗？我并不是为赵小姐而来，我只是想为赈灾尽自己一份薄力。我愿意捐出500两报名费。哇，好，公子高义。既然是赈灾捐款，那我们就收下喽。你可以走喽。我还要报名参加诗会。哎呀，说白了，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。我觉得我脸皮已经够厚了，跟你一比，我真是自愧不熟啊！你少在这讥讽于我。我尚未娶妻，欣赏赵小姐才华，想娶赵小姐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有何不同啊？我呸！你杀害贴身丫鬟，陷害于我，还想要参加斗诗会，我不同意。说得对，他不能参加。谁说他不能参加？斗士会规则说了，只要单身不论老少，都可以报名参赛。我把赵县令叫过来，你仔细问问清楚。那倒不必了，既然小王爷开口了，他自然能够参加。你呀，
要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，你不过就是一个低贱的狗奴才。听说顾文浩也报名了。是啊，他可是江南才子之首，若是他也参加报名的话，那这次冠军岂不就是他了？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拿不了冠军。我和知韵一致认为，单单只靠那报名的10两银子，远远凑不齐那20万两赈灾款的。这个办法绝对不行。就算你能用赈灾的名义收取10两银子的报名费，可报名者最多100余人，总计不过数千两银子，这远远不够。我也没指望真能挣够20万两，只不过是个引子，引顾文浩下场的。我知道你们好奇，诗雨，给我安静。好。不是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能不能好好说啊？没有顾文浩，这斗诗会怎么会有人看呢？我准备卖门票回本，就像王都勾栏瓦舍那般，付费入场。对，不愧是我老婆，一点就透。来，嘴一个。我来帮你按肩吧。我错了，错，不敢了。继续说呀。我准备办5场斗诗会，每一场观众能有几千人，这样每人门票的话就收10万。可是这也只是1000两银子，距离20万两银子，这还远远不够啊！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是我的初创资金，我打算用它买粮食，挣他个20万。哎呀，这王爷怎么还不来呀？王爷，坐。谢王爷。知道本王叫你们来干什么吗？王爷一定是为了宁州粮价上涨一事，这我等也是没办法呀。赵知县近日大量采购赈灾粮，这才导致的粮价上涨。赵知县一出手就是1万担粮食赈灾，我们本来库存就不多，只能涨价到100文。王爷，我等商量过了，赵知县为灾民大量采购赈灾粮，我们愿意降价5文钱。赵知县以赈灾的名义买粮食，你们不仅不用降价，还要涨价。这，王爷，真的要涨粮价？灾民大量涌入宁州，宁州的粮食本就不多，现在赵知县又大量购买粮食，导致粮价上涨，宁州百姓买不起粮。王爷所言极是，我等这就涨价，之后还望王爷多多照顾啊！把箱子抬进来。来，抬进去，再稳点儿。本王体谅你们不容易，尽管放心，本王不会亏待你们的。谢王爷，谢王爷，那我等就告辞了。哎。嚯！没想到赵浩轩那个蠢东西，竟然帮我们赚了这么多银子呀！赵浩轩不归顺你，本王定不能留他。本王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招数。这些银子还远远不够，本王要的是朝廷的赈灾款。只要赈灾款到我手里，我就能打造一支天下无敌的雄兵。那个有事跟你说。哎呦！成何体统，赶紧穿起来！父亲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刚刚不是给灾民发赈灾粮去了吗？我就来找他了。啊！出事了！粮商涨价，买的粮食少了。没错，那些粮商连夜涨价，本来说好的赈灾粮80文，现在涨到了130文，这就是一帮奸商发国难财。意料之中，资本家嘛，都是没事。怎么办呢？那就多赚点呗，不就买得起了？道理我懂啊，先前筹备的银子都用来买粮食了，门票卖的又不好，可买票的不过1500人，远没达到你说的1000余人。那就是吸引力不够。
得增加筹码。加什么筹码？抽奖，每张门票上印一个号码，会抽中一个号码，中奖者得100两银子。100两银子，我的家产都用来买粮食了，我拿不出100两银子了。抽奖是有黑幕的，我们可以让自己人中奖啊。说什么呢？本官堂堂正正，你这是使诈，你这是骗人。哦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，等你我来抓你吧。贤侄啊，这事儿你去做，你跟婉宁已经定了终身了啊，现在也算我的家婿了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只有交给你，我才放心啊。好，恶人我来做了。老婆，你怎么看？我不知道。此事就这么定了，我去处理别的事儿。继续。继续继续。真是人间尤物啊！人间尤物是何意啊？就是说你美得像仙女。那我是不是人间尤物呢？你是人间飞机场。飞机场是夸我很美吗？啊，对了，我要去醉香楼一趟。你去那儿做什么？喝花酒。王公子难得来醉香楼，今日我一定把王公子陪好。我倒是也想跟你喝2杯，只可惜今天我是来找柳之韵的。你若是要找柳之韵，应该去他的住处，而非醉香楼。我知道他在醉香楼，我有钥匙要找他，带我去。好，我带你去找人。你还知道些什么？自己人，别见瞎。放下他。放开他吧，他应该猜到我是谁。都自家人，以后别用刀了，万一弄伤了手，我会心疼的。你找我做甚？帮我个大忙吧，让宁州的城防军知听知县。先不说我能否办的，即便是我能办的，我又为何一定要帮你？你是否觉得我很善良？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是为了女帝。和女帝有何关系？我在赈灾，帮女帝笼络人心。你是怎么知道我是女帝的人？你说能帮我父亲翻案，当今能帮我父亲翻案的人只有女帝。你帮我不是因为喜欢我，而是因为我能帮到女帝。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。哼，为何之事，我父亲只是背锅的，其中另有隐情。但现在宁州城外有10几万灾民，若是得不到救助，引起民怨，恐怕就有人要趁机对女帝发难。我虽是女帝的人，但宁州城防军怎肯听我一语？况且此次我来宁州，只是为了打探情报而已。我当然知道，所以我不是要你出面，而是让女帝的亲信来宁州。如果时间及时的话，她不用出镇在外，就能救助灾民，安抚人心。你当真是为了女帝？如果我说我是为了你，你信吗？当然不信。那你又何必问原因呢？你只需要知道我这样做会让宁州百姓感恩女帝，这就够了。好，那我就帮你一次。不过我可不敢保证女帝是否会派人。放心，女帝一定会派人来的，她没有其他选择。父王，这朝廷来的密报，那个丫头刚当上女帝，就已经有削藩的想法，不知天高地厚。还是父王有远见，已经料到女帝会削藩，早有准备。若是女帝真敢削藩，父王就娶了她称帝，届时我可就是太子了。时机未到，我们还要准备军饷，大走兵器。我让渭河决堤，除了让百姓对女帝不满，还要趁机拿到赈灾款，用作军费。孩儿明白。赵浩轩那边如何了？那个狗东西要用斗士会的门票抽奖，奖品为100两银子。
这想必又是王阳那个狗东西出的馊主意。这可不是好事啊！父王，他们卖门票的钱连100两银子都不到。赵浩轩若是想指望这个筹集20万两银子，真是愚蠢！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愚蠢的儿子？赵浩轩是要买粮食救助灾民，到时候他就说银子已经买了赈灾粮。父王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要阻止他们卖门票吗？赵浩轩打着筹款赈灾的名义，我若阻止，会给人留下阻止赈灾的口实。赵浩轩为水，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此举都是帮了我大忙。父王，你此话何意啊？赵浩轩买赈灾粮，势必会让粮价越来越高，粮价涨到天价，宁州百姓都买不起，他们会怪谁？哦，他们当然会怨恨赵浩轩。哦不，他们应该怨恨女帝，认为这一切都是女帝的错。父王为父苦心培养你啊，果然没让为父失望。到时候民怨沸腾，咱们再找人煽风点火，这宁州可就乱了。我正好以平叛为由起兵。父王，英明神武，去让2大粮商来见我。见过宁王。据本王所知，朝廷的赈灾粮暂时到不了。赵知县有大量购买赈灾粮，导致粮价上涨。是啊，可我们的存粮也不多了呀，粮食的价格还在上涨，我们已经尽力稳住粮价了。本王明白，所以为了避免城中无粮，你们再涨价50文钱，不得低于180文。再涨50文？是，你有问题？哦，没有，我是怕我听错了。我等愿意涨价。你们不得低于180文以下，否则别怪本王不客气。这已经180文了呀！啊，我怎么买得起啊？这让我们都没有活路啊！对呀，知县大量买粮，用于救助灾民，导致粮价大涨，灾民们有吃的，那我们买不起啊，我们没得吃了。我们也是灾民，我们要吃粮食。对呀，就是啊，我们也是灾民，我们也要吃粮食，我们也要吃粮食，我们也要吃粮食，大家分粮食。我们都没粮食吃了，这赵知县还在以选婿的名义敛财，听说就是他下的令，让粮食涨价的。身为我们的父母官，这是要饿死我们的！是，大家一起找赵知县讨个公道。走，公道，公道。哎，瞧什么呢？哎，他就是赵府的家丁王阳，就是他让赵知县大量购买粮食，导致粮价上涨。大家不能放过他。老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刚刚外面如此喧闹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哦，外面买不起粮食的百姓在赵府门口闹事呢，他们好凶猛，要刀打我，还好我跑得快，不然差点让他们给打死。现在外面的粮价上涨，城中的百姓也买不起粮食。我父亲虽然身为知县，他们来到赵府也是没错的。我父亲现在不在府中，我这就出去跟他们解释解释。哎，你可不能露面，这摆明了是人家在背后搞鬼，你要是露了面，那不正中他们下怀。表姐，他说的对，你不能露面。可是，也总不能让他们继续在外面闹，不理不睬吧？这样的话，只会让他们的怨气更加重。放心吧，爹马上就回来了。赶紧跟我走！父亲，你要带他去哪儿啊？还真是女大不中留了啊！你这还没过门呢，就站他这边了。父亲，我只是在担心父亲，别生气啊。还不是因为赈灾粮吗？因为买了赈灾粮，导致粮价上涨，城中的百姓都买不起粮食了。好了，父亲你别生气，先坐。来，别生气。我方才对赵府门口的百姓说，朝廷的赈灾粮马上就到，他们这才散去。可朝廷的赈灾粮是遥遥无期呀！现在粮价涨到了180文，我们也买不起粮了。那就挣更多的银子，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那样只会推高粮价。宁州城内粮食有限，朝廷赈灾粮又迟迟未到，我们哪怕筹集再多的钱，也只会让粮价越来越高。父亲所言极是，现在粮价上涨，即便是我们筹到再多的钱，
我们一样抽不到赈灾款的。我可没有说要卖粮食，现在粮价已经涨到一个高位，要想让它降下来，就得找利好消息。利好消息，这倒是一个新的词汇，是指好消息的意思吗？还得是我老婆聪明，无师自通。来，嘴子。贤侄，还是聊聊你的想法吧。现在摆明是有人在背后捣鬼，故意抬高粮价，让我们买不起粮食。我曾经见过粮商让他们降价，可他们不降反涨。这背后一定是宁王。那就寻找利好消息，将宁州的粮价涨到天价的消息散布出去，那么外地的粮商就会蜂拥而至，到时候我们就买得起粮食了。好计策，我这就去办。跟你说啊，上次说的试题是什么呢？差点给我难。上次出的题也挺难的，这次我觉着怎么着也……咦，来了，各位参赛者，一会儿啊，我家大小姐将会写3个数字，存封起来，等到斗诗会结束，将会公布这3个数的数字。大家呢，可以把猜的数字写在门票上，猜中1个就能得白银1两，猜中2个可以得白银50两，猜中3个可以得白银100两。100两，这多少钱一张啊？这个票价10文钱，多买多得。大家快去买吧！买票！您这买票行？买票！我先来的，这王阳只会这些小把戏，谁会愿意花上10文钱去买一张空白门票？世子所言极是啊！等我夺得了冠军，成为了赵知县的乘龙快婿，定把王阳赶出赵府。你是不是忘了，这赵婉宁她只能是我的，你只是帮我取得冠军，这新婚之夜还得本世子亲自来。世子，你说的对，是我说错了。这没什么好看的了，本世子先走了。我也要每个10张，来2张，10张，哥们儿，我要100张。我就想讨一个好彩头，那区区白银我都不在意的。装了！我来10张，我来，给你的钱5张。现在粮价上涨，大家有钱不应该是抢粮食吗？可是为何要抢这个空白门票啊？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赌徒心态，以小博大。现在粮价够高了，10文钱又买不了粮食，还不如搏一搏，万一中了100两银子呢？可是万一我们写的都被他们猜中了怎么办？所以我才让你写10、20、30，他们肯定不知道能写负数。10还是很容易被猜中的，这就是关键了。如果所有人都不中的话，他们会对我们有意见；如果少部分人中奖，再大肆宣扬一番，没中的人就会觉得自己运气不好。你啊，真是个奸商！哎，这样做可都是为了你啊！可是这是骗人的，我总感觉不好。唉，这么做也是为了赈灾嘛。我知道。对了，一会儿我得去找一下柳志月。你为何要去找他？我是为了那20万赈灾款，这门票啊和抽奖都是小打小闹，真正挣钱的还是赌谁才是斗诗会的冠军。投顾文浩者赔赢率为10倍啊！斗诗会的冠军非顾文浩莫属啊！我押顾文浩赢。这醉香楼今天真是要赔大了，这赔率都到3倍多，我倾家荡产也要押顾文浩赢啊！谁说顾文浩会赢的呀？这不是王公子吗？今日怎么到我们醉香楼来了？我听说你们醉香楼为冠军设了赔率，我身为参赛者，自然是要看看自己的赔率是多少喽。我可是很看好你的。还是你有眼光。
这是我全部身家100两银子，我押顾文浩上。你不挺有信心的吗？干嘛还押顾文浩冠军啊？我押谁赢关你屁事！哎，王公子，一会儿进去，我陪你喝一杯啊。等我赢钱了，帮你赎身。喂，这比赛你就算是全赢了，也就几百两银子，想赎孙姑娘的身，这异想天开吗？这不是？就是孙姑娘，我拿黄金100两赎你的身，我拿1000两黄金赎孙姑娘。哦呦，好气氛，公子好狠啊！怎么就知道他今天要加呢？这倒不错，尽快打造更多的兵器。龙山铁矿要日夜开采。是。父王，那赵浩轩说朝廷的赈灾粮今日就会到达宁州，暂时稳住了局面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这眼瞅着那些灾民就要闹事了，就差一步。为何决堤？水淹两郡12县，赈灾粮怎么可能轻易就到宁州？更何况，我已经暗通陈尚书，要赈灾款而非赈灾粮来宁州。那就好，我是怕那些贱民不闹事，坏了父王的计划。这些都在我意料之中。那些贱民们愚钝，我已经派人将赈灾粮1个月之内到不了宁州的消息给散布出去。这次我倒要看看赵浩轩如何应对。这个狗官竟然骗我们，说赈灾粮会来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都要饿死了。我们买不起粮食，已经2天没吃饭了。求知县，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吧！大家都要饿死了，这个狗官还高价买赈灾粮。我们今天冲击赵府，让这狗官给我们个说法。对，没错。请知县给我们一个说法。海门，给我们个说法！出来，海门！大家不要让坏人蛊惑啦！你们不为自己着想，也得为你们的家人着想吧？我们全家人都要饿死了，还怎么为家人考虑？大家冲进去，让那狗官给我们说法！冲啊！对，跟着说。我认识你，你是宁家的下人。你胡说！要想证明你是不是宁王府的人也很容易，把你外面的衣服扒了，看一看里面的衣服就知道了。我是宁州的百姓。哎呀，马上就知道了。扒！怎么跑得这么快？现在粮价太高了，我们真的买不起啊！我们不是来闹事儿的，我们是求县令救救我们的。各位请放心，赈灾粮已经到宁州了，知县大人没有骗你们。今天大家都能买到便宜的赈灾粮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红莲并蒂，花开龙戏水。你真是越来越不正经了。哎，这怎么能是不正经呢？男欢女爱，人之常情。趁现在没人，我加点。婉宁啊，你先出去，我和贤侄有要事相商。好的，爹。你怎么能说赈灾粮到了呢？那些百姓现在聚集在县衙门口，都要买粮。粮仓里的粮是我们买来的赈灾粮，是要给城外的灾民的嘛。城外的灾民是灾民，那城内的就不是灾民了吗？那当然也是灾民。那既然都是灾民，赈灾粮为何不能卖给城内的百姓呢？唉，现在看来也只能这样了，将我们买的粮低价出售。哎，万万不可！咱们的赈灾粮出售给城内百姓，只需低于粮商30文钱，150文钱出售。那怎么行啊？那百姓还是买不起粮啊！咱们要的是赈灾款，不出售粮食，怎么来20万赈灾款呢？更何况，你就算把价格压到100文钱以下，那百姓也买不到粮食啊！要想灾民吃上粮食，就必须等外地粮商入场。若是粮食价格下来了，那外地粮商又怎么会来呢？若是能让宁州百姓吃上粮，
就算我背负骂名又如何？听你的。王爷，现在赈灾的粮食下来了，导致粮价下跌，已经跌到150文了。王爷，你不是说赈灾粮不会来吗？现在赈灾粮来了，让我们日子怎么过啊？现在大伙儿都去买便宜的粮食，将来只怕会跌得更多呀。据说明日还要跌20文。哎呀，赈灾粮，哼，那不过是赵浩轩用来稳住民心的借口罢了。赈灾粮怎么可能到？现在赵浩轩出售的都是之前给灾民的赈灾粮。哦，那他的存粮也不多呀。本就不多，他只是没有办法。其实这也是好事儿。你们找人假扮灾民，把这些粮食买下来。王道要看看赵浩轩还有什么办法。王爷高明，这如此一来，这宁州的粮食可都在我们的手中啊！那些刁民想买，就只能从我们手中花高价来买，否则他们就等着饿死。说得对，你们只要听本王的话，本王保证让你们富可敌国。我等必然听从王爷安排。赵浩轩的知县当不了几日了，本王已经把宁州之事传信于朝廷，将他治罪。赵浩轩身为宁州知县，竟然以筹集的赈灾款项购买当地粮食，这粮价上涨到180文，民不聊生，恐有民变。朕已知晓，可还有别的本要奏？陛下，宁州知县赵浩轩不仅牵涉赈灾一事，他和渭河溃堤主犯王世恒还是至交好友。王世恒贪污治河款，又收取他人钱财，或许此事和赵浩轩也有关系。臣认为，应该将赵浩轩一并治罪。渭河溃堤一案乃刑部之事，何时与你陈尚书有关系了？我听闻陈尚书与王世恒有私怨，不知是否公报私仇？刘国公，我这是就事论事。再说，渭河溃堤一案，就算不提，宁州粮价上涨到180文的事儿，总该可以提了吧？陛下，赵浩轩以筹备赈灾款为名，在宁州大肆敛财，又高价购买粮食，我怕赵浩轩和当地粮商也有勾结，请陛下治赵浩轩之罪。此事朕会考虑。若没有别的事，你二人便退下吧。臣告退。陛下，这是柳之运送来的密信。柳之运果然没让朕失望，他找到的王阳果然是绝世之才，能想到如此这般计策。若是如此，宁州灾民之困可解。你拿朕的信，3日内到达宁州，让陈防军听从王阳命令，若有违者，等同作乱。是。这箱子里是25万两银子，大多数是下注顾文浩用。你若是输了，4倍赔率，醉香楼可赔不起。醉香楼的靠山呢，是女帝，这只是一个情报点。我第一次来醉香楼就知道你是幕后人。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我跟你是一边的，况且我还指望你帮我父亲官复原职呢。那就要靠你了。我可以带你引荐女帝，但需要证明你是否是女帝需要找的贤才。放心，我会帮女帝
解宁州灾民之困难。你把手放开！要是再不放开，我就杀了你！要是再不放开，我就杀了你！今天有斗师会的冠军之战，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我怎么让顾文浩一面扫地。滚！这次的冠军呀，非顾大才子莫属啊！可是押了顾文浩100两银子。大手，我可是押了整整500两，那可是我的身家财产，这位更就等着这一次能够暴富呢。对，那可不一定哦，我反倒看好王阳。这王阳啊，就一纨绔子弟，不学无术。对，我听说呀，他是走了关系才能进入决赛。说是什么赵府的家丁有外卡，能直接进决赛。什么是外卡？说白了就是特殊抽，反正就是不要脸呗。还能这样？我倒不这么认为，王阳极有可能成为最后的冠军。哎，我说，趁现在还没结束，你们赶紧去醉香楼押王阳冠军呢。那你押的谁啊？我押的顾文浩。切！上次我是故意让你，可是我没想到你竟然不知天高地厚，非要跟我争冠军，可真是可惜。哎，顾兄，今日以后，你这江南第一才子就要换人了。就凭你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，还想赢我？那咱们打个赌，如果我夺了冠军的话，你就跪下学狗叫。是谁给了你这么大的胆子，让你妄想赢我？怎么，你怕了？我怕了。我可是江南4大才子之首，顾文浩，怎么会输给你一个纨绔之徒？哎，各位，刚才顾大才子跟我说，如果我取得了冠军，他就跪下学狗叫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说了？哎，你可是江南第一才子，不会怕了吧？我什么时候怕了？哎，大家都可以作证啊！如果我真的夺了冠军，他就要学狗叫了。学狗叫，学狗叫，学狗叫！这个王阳竟然妄想赢了顾文浩，他还真是脑子有病。他若真赢了呢？怎么可能？他不过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罢了。在此刻，你还以为他是纨绔？你好好想想，他做的事情哪件是纨绔做的？他是装的啊！没错，他一直都是装的，否则他现在应该和他爹王世恒都在大牢里，此子不能留啊！请你们3位以我为主题做对子。这简单，小姐，听好喽。红灯高挂照四方，灯笼摇曳映梅影。小姐，可满意？请你下去吧。啊，小姐，我要是做的不好，我可以再做。让我想想。不行了，淘汰了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！再给我一次机会！哎，我就说嘛，这冠军非我莫属。听好了啊，杨柳腰儿走一步，摇3摇，芙蓉面儿笑2声，休2休，勾魂夺魄。这对子倒是符合他的性子。
放浪不羁，就是下流。哎，我倒是觉得王阳这对子很好啊，把赵小姐的身材容貌都描述出来，让人呀遐想连篇。他的对手可是才子顾文浩，就凭这几句诗句，能赢得了顾文浩？这倒也是，这对子确实有些下流，难登大雅之堂。这冠军恐怕要是顾文浩的。我就在想，像你这种下流之辈，怎么能写出流芳百世的对子？就你刚刚写这个对子，还想赢我？怎么？你觉得自己赢定了？都到现在了，你还不认输啊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对子。Please。提灯照影，娉婷令，映月遥姿，绰约行。好，对的，好啊，这个才是啊！顾文浩这对子一出，胜负已分。王阳啊，输了。但我个人的确是觉得王阳的更好。不过，顾文浩在意境上确实写得比王阳好。赵小姐，能否与您吟诗作对，成为一对别人都羡慕的神仙眷侣呢？如此说来，你认定你赢定了，会成为我的夫婿？那不然呢？赵小姐，您可是才女，您不会认为我刚才做的对子还不如这个下流做的对子吗？此次斗诗大赛的冠军是王阳，他就是我的夫君。这怎么回事啊？王阳怎么可能是冠军呢？这是黑幕吗？这是王阳的对子如此下流与粗俗，怎么能与顾文浩相比？这绝对是有黑幕，一定是黑幕！赵小姐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作证，明明我写的对子比他好，为什么他是冠军？顾某人不服。因为你没有横批，对联分为上联、下联，还有横批。世间向来没有这种说法，而且对子不需要横批啊。来人！我在招婿大赛的时候特意叮嘱过，对联分为上联、下联，还有横批，无横批者为负。这也没有写啊！哎，我媳妇说写了，那就是写了啊！你看不清啊？拿这个。没有横批判负，这你们耍赖！你不服啊？我自然是不服啊！好吧，那既然你不服的话，我就出个对子，让你心服口服。素手挑光，灯辉漫染，桃花面，清风夜步，月色轻拢，柳叶裙。好，这绝对的，这个绝对，这太好了。不是这，可以学国家了吧？我愿意把赵小姐让给你，还请高抬贵手。哎，现在晚了，大家都能作证，还是老老实实学狗叫吧。学一个狗叫，狗叫一声，狗叫一声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！父王，知道你不会学狗叫，我准备了其他的。来人呐！不是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要干什么？
城中流行瘟疫，为了避免瘟疫流传到城外，今日起所有城门全部关闭，直到瘟疫得到控制。啊！不知道关了城门，城外的粮食进不来，那我们吃什么呀？关闭了，那近日我们可怎么办？来了很多外地的粮商，粮食倒是充足，但是这个价格还是高啊。是啊，这吃不了几顿就吃不起了。即日起，县衙以100文一斗出售平价粮。太棒了！粮食降价了！粮食降价了！王爷，您救救我们吧！这宁州城的粮价已经跌到90文了。那些外地粮商之前在扬州，听说我们宁州粮价高，就拼命的涌入我们宁州。现在在城里以90文出粮啊！我们现在还是180文，如此下去，恐怕镇上熬不住了呀！怪不得赵浩轩以购买赈灾粮的名义高价从你们这里买粮食，原来他是为了抬高粮价，好吸引外地粮商来宁州。恐怕他办斗师会招婿，也是为了抬高粮价。王爷所言极是，咱们大伙都被他给骗了。这外地的粮商来到了宁州，这宁州城就不缺粮食了，而我们的粮食就不能待价而沽了呀！这个主意不是赵浩轩能想出来的，应该是这个王阳死死不除，本王寝食难安。王爷，那我们眼下该如何？这有何难？他们把外地粮商困在宁州城内，如此一来，那些粮商只能被迫出售粮食，只需打开城门，此困局可解。王爷高明。城里没有瘟疫，是有人故意散布谣言，把城门打开。是，不能开。王爷，城门不能开呀！城内有瘟疫，正在管控疫情，还请王爷体谅。瘟疫，本王怎么不知道城里有瘟疫？本王看是你赵知县以权谋私，故意不让开城门吧。身为宁州知县，我从未以权谋私，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百姓啊！本王倒要看看，是本王的话管用，还是你这个区区的知县？把城门打开！不能开！我是宁州知县，宁州一切事务都要听我的。区区一个知县，敢在本王面前发号施令，开城门！我是女帝护卫统领夏琳，这是女帝的信物，女帝口谕：宁州城防军听命于王阳命令，如若不听，等同叛乱。等同叛乱。看来女帝很信任我吧？那既然这样的话，给我把城门关了，谁都不许开！王爷，这是您让我岳父筹的20万两赈灾银，您看一下。既然是20万两赈灾款，那就交于本王用于赈灾吧。哎，这赈灾款，我打算找外地粮商购买物资。多谢王爷让粮价涨到180，不然的话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外地粮商过来呢？计划。王爷，您让我的岳父7天筹够20万两赈灾款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那既然筹不到，不如挣他20万。不愧是王世恒的儿子，胸襟够深。多谢王爷。赵知县果然找了一个好女婿。嚯！王爷慢走。父王，现在粮价已经降到了60文，但县衙却以50文偷偷售粮，还有2大粮商在以40文售粮。要不要我先派人把2大粮商抓起来？不用，粮价已经控制不住了，用粮价引起民心不满，不奏效了。这都是王阳那个狗东西，在背后偷偷搞鬼。要不笑一下？你来宁州3天了，我都没见你笑过。算了，你还是别笑了，我有点怕。你什么时候和我去王都？啊？我没说要去王都啊，我不去见女帝。你父亲还深陷大牢之中，你若是想救你父亲，只能求女帝赦免你父亲的罪。你救助灾民有功，是大好的机会，且不可错过。女帝漂亮吗？不许亵渎女帝！我就是随口一问，没必要这么大反应吧？
想让我去见女帝也不是不行啊，我总得把宁州的事情解决完了再去啊。还有，明天出发可以吗？微臣柳之月参见陛下，所幸不辱命，为陛下寻得贤才。平身。谢陛下。没想到女帝这样美啊！哎，还不快拜见陛下！草民王阳拜见陛下。你就是王世恒的儿子王阳？是。快平身。谢陛下。你在宁州所做之事，朕已知晓，能让宁州梁家降下，又筹到20万赈灾银，此事大功一件。说吧，你想要何封赏？草民不要任何封赏。你父亲还在牢中，难道你不想为他求情，让朕饶恕他的罪吗？草民的父亲对陛下忠心耿耿，为何决堤之事与我父亲无关？我父亲是被宁王陷害的。宁王为何要陷害你父亲？因为他要造反。你可知污蔑宁王造反是要抄家灭族的？你还敢说宁王造反吗？我家已经被抄了，我父亲还在大牢里，草民没什么可以怕。况且，草民手上有宁王造反的证据。好，说来听听。为何决堤水淹2郡12县，唯独龙山附近没有被淹？这很不寻常。也许是水利工作做得好。龙山是宁王的封地，外人进不去，没有被淹，是因为决堤口是经过精心挑选，而且龙山也提前做好了准备。就凭这些，就说宁王造反，未免也太过牵强了吧？宁州决堤对他有何好处？要军饷。军饷？宁王利用水灾从朝廷获得赈灾款，作为军饷，散播谣言，让灾民对陛下产生不满，从而招兵买马。你说的是怀疑，还是有证据？当然有证据。夏统领，把你看到的事情都告诉陛下。陛下，我潜入龙山，亲眼见到宁王开挖铁矿，打造兵器。宁王向来不把朕放在眼里，朕万万没想到，他竟然会率先谋反。看来，朕必须要削藩了。若是陛下想削藩，就得趁宁王造反之前把他给抓住，不然他一旦造反，局势必定发生动荡，其他藩王肯定蠢蠢欲动。话虽如此，想要拿下宁王，谈何容易？他既然已有谋反之心，势必会有所防范，要将其拿下，难呀。那倒未必。你有何良策？擒贼先擒王。一旦宁王被抓，就算他手上手握100万重兵，没有了他坐镇，那也只会土崩瓦解。话虽如此，但拿下宁王可不容易。宁王是不会来王都的，让朕如何将其拿下？想要将其拿下，倒也简单，直接去宁州将其父子拿下。去宁州拿下宁王？宁王朝中党羽众多，若有任何风吹草动，势必会引起他的警觉。若是陛下身边的护卫，自然会引起警觉。但是，王阳，你竟然为了活命自荐枕席，你当真是丢尽了你父亲的脸！陛下恕罪，草民只是想保住性命而已。闭嘴！想着进朕的后宫，你还不够资格！来人，将王阳赶出王宫！陛下饶命！如果我回宁州，宁王一定会将我大卸8块的。你个登徒子，死有余辜，还不赶紧给朕拖下去！宁王，您怎么来了？听说你远赴王宫见了女帝，本王来看看女帝有何指教。在下本来想求女帝庇佑，结果，宁王，以前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宁王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小的一命。小的以后一定与宁王马首是瞻。看来本王得
喝下这杯酒了。你以为本王不知道你在酒里下毒吗？回去！别再演了，你是女帝，还来杀本王？女帝那个丫头，以为本王在宫里只有一个眼线，可以随你们糊弄？宁王，这一次我认输。小军，你这个小美人死了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你不如跟着我也好求父王放过你。好啊，若是你能劝说宁王肯放过我，那我就驾驭你。父王，你不如就放过他吧。没种的东西！他是女帝身边的人，专门打听消息。今天他不死，回头就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了女帝。他必须死！不是，你们知道她是女帝的人，居然不知道无不之内她无敌吗？通儿，我是宁王，你敢杀我，不怕被诛灭九族吗？有何不敢？女帝考谕，宁王造反，只与宁王有关，剩下的人无罪。你们还要造反吗？陈尚书，你作何进士？陛下，臣不知宁王想要作乱，请陛下念在微臣一片忠心上，饶过罪臣吧。你协助宁王作乱，罪不可赦。来人，将其打入天牢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王阳此次护国有功，孤身平定宁王作乱，有勇有谋。张丞相告老还乡，朕任命王阳为丞相。谢陛下，臣定竭尽所能，报效国家。好吃！我从未吃到过如此好吃的东西，简直是人间极物。我是真没想到，他还是个美食家。快看看我新研制的方便面。方便面？哎，这是我为我夫人准备的。你们三位想好谁做我夫人了吗？放下。不是，哎，不是。吃饭之时怎么能说如此扫兴之事？你就在外面好好站着，等我们吃完再说。不是，哎，那我还没吃呢。走，吃饭。